原来陈国坤当年真的没说错，拍周星驰的电影，哪怕出镜只有1分钟，也抵得上拍别人100部电影。拍他2个电影，比我在外面拍100个电影要更好。骂他的都不懂他，懂他的都会说谢谢。片场暴君的帽子在周星驰头上扣了几十年，可回望华影史呢，那些被他折磨过的配角们，却全在靠着他给的短短几分钟戏份，吃了一辈子的红利。先来看看罗家英，这个唱了整整40年粤剧的老头啊，每天勒紧裤腰带跑场子吊嗓子，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呢，连一套房子的首付都凑不齐。遇到周星驰后呢，一切都变了。在国产007里啊，他是一本正经搞发明的达文西；在大话西游里，他是啰嗦到让孙悟空恨不得一棍子打死了唐僧。就这么2个有点神经质的配角，罗家英就一跃成为中国香港影坛的黄金一页。仅仅跟着星爷拍了2年戏，他就全款买下了2套住房。我唱粤剧，唱了40年，唱了40年还不能买房子，但是我拍电影拍了2年就可以买了2个房子。Only you， 浪漫我去西极。同样被老天爷按头改命的，还有七小福出身的袁华。论资历，论身手，他跟成龙、洪金宝一起摸爬滚打几十年，参演的动作戏啊不计其数。可到了60多岁，观众看见他还是叫不出名字。直到周星驰把他拉进功夫剧组，一个满嘴跑火車，动不动就挨老婆拖鞋的包租公，让他拿下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配角係袁華。多謝周星馳導演咧，就俾呢個機會我。同样被彻底重塑表演轨迹的呀，还有苑琼丹。早年的她走的是清纯玉女路线，到了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，周星驰逼着她给自己画上猴子屁股和猩猩眼，造出了一个让全网笑了10几年的风华绝代16姐。到了九品芝麻官拍那场劳保吵架戏时啊，周星驰要求她必须一口气说完几页纸的台词，中间连喘气的机会都不给。苑琼丹 NG 了无数次，被周星驰当着全剧组的面骂得崩溃大哭。她后来自己感叹呢，在周星驰剧组就像被扒了一层皮，但那层皮退掉之后呢，她成了华语影坛再也无人能替代的第一丑女。而这种点石成金的魔力啊，在素人身上体现的更是惊人。广州街头的打工人何文辉偶然被周星驰发掘，在少林足球里，他毫无技巧的唱了一首自己胡乱写的歌，就那几10秒钟的尴尬画面，让观众记了整整20年。还有周星驰的初中同学李建仁，在《武状元苏乞儿》里第一次出场，他连正式的角色名都没有，一个身高1.8米的壮汉，男扮女装，涂着血红的嘴唇，猥琐的挖着鼻孔。如花这个根本不是名字的名字，直接刻进了华语喜剧的神话里，连圈内大佬到了星爷的镜头下，代表作列表都得重新排序。冯小刚开创了内地贺岁片教父级导演，他拍了那么多经典，但今天观众提起他，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，绝对是功夫开场的嚣张的3分钟客串，和那句扯着嗓子喊出来的还有谁？知名大导刘镇伟一辈子的才华，大众记住的偏偏是《大话西游》里那个倒霉的菩提老祖。这种恐怖的造型能力核心到底是什么呢？因为周星驰自己啊，就是从最底层的泥沼里爬出来的。他跑了将近10年的龙套，他演过被一掌打死的宋冰乙，演过连正脸都没有的路人甲。他太清楚一个小演员在片场被忽视的屈辱，也太明白一个好配角对整部电影的价值。在周星驰的字典里，从来没有主角的戏才叫戏。一个几秒钟的镜头，只要他觉得不到位，他会亲自上去抠动作、抠表情，哪怕你只是个背景板，他也会死磕到底，让你重来50遍、100遍，直到演员爆发出连自己都未曾觉察的生命力。拍少林足球时，黄一飞演那个会铁头功的大师兄，酒吧里被人拿酒瓶爆头的那场戏啊，为了追求最真实的挨打反应，周星驰毫不留情的让人换上了特制的糖胶玻璃瓶，连着砸了8个，黄一飞的头直接被砸出了血，当场疼得晕厥过去啊！等他从地上醒过来呢，周星驰连半句多余的安慰都没有，就立马让他再来一条。可就是这个满脸是血、憋屈陪笑的中年男人，让黄一飞当年直接拿下了金像奖和金紫金奖的双料最佳男配角。他站在领奖台上举着奖杯，哪怕心里对片场的残酷再有怨气，也不得不心服口服。没有周星驰，他这辈子连领奖台的台阶都摸不到。老搭档田启文說得通徹，佢願意花咁多菲林、咁多時間擺落我身上去拍我，想我拍嗰個鏡頭，佢唔係想玩我，佢想我出嚟俾佢哋有一個叫效果俾人哋記住。有一個咁嘅人，这種近乎病態的完美主義，就是外界口中那個不近人情、把人逼瘋的暴君。但你仔細看看那些被他折磨過的配角，鄭佩佩姓20年落魄歸港，靠華夫人重回事業巔峰，到死都當他是這輩子的恩人。邹兆龍拍了一輩子動作戲，一個常威讓他火爆全網。真正被他捧紅的演員，從來不拿片場經歷賣慘抹黑他，反而始終感恩他的知遇之恩。在當下的內娛呢，主角拿着天價片酬，配角淪為無情的背景板和念台詞的機器。再對比周星馳的電影啊，哪怕是一隻蟑螂，他
都能给他起名叫小强，哪怕是一只流浪狗，也能拥有旺财的专名。他把心血分给了电影里的每一个小人物，他让所有底层的草根、素人和龙套知道，在这个世界，只要你认真发光，哪怕只有几十秒，你也配拥有自己的姓名。1年1影帝，100年周星驰，他当得起。